喜各位在第一赛段成功晋级，先给自己鼓个掌。好，看到这个房间哪里不一样？哇哦，来到了这个海宇的打卡墙。哎呦，因为我们海宇是本个赛段的最高分。哇，哦耶！太厉害了！所以他获得了我们对于每一场比赛得分第1名的特别奖励，这个叫脱口秀演员的痛污啊。边吃边聊，好不好？然后，因为他段子里面也提到了削牙齿，所以为他提供了他的专门的。他不能吃我们的，对吧？对，就是只能吃这个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怎么样，海宇？对于你的零食喜欢吗？太尴尬了，有点。就是不知道该怎么。你能跟那个墙合影去吗？他完全脸摔僵了。爱奇艺很想你是吧？他真的已经。那不要放，我放一下。救救我！喜欢了是吧？留着慢慢玩。我问一下，作为就是徐指导、大老王还有谷雨，我们是这个去年参加过的哈，因为去年我们是没有这个痛污的，对吧？对，没有，估计体验不了那么多去年。如果自己要痛污的话，想贴什么？我要贴满谷雨，因为他俩很难拥有自己的痛物。徐指导呢？那我也贴满谷雨。我以为你会贴爷爷的字。我爷爷家就是那个德伦草书痛污。会 PTSD 吗？就差往人身上写了现在。OK， 刘奎呢？我真想贴伊丽静老师。你想贴伊丽静老师是吗？我上，不要害怕，没事。上节目前2周给他发微信，他主动同意的。他没删你，他没删我。他跟我说恭喜你。哦，真好。那所以你这一轮过了之后，有跟伊丽静老师发消息吗？暂时还没，过会儿拍真人秀的时候当面发。海宇，你是作为这个第一赛段这么硬吗？最高票啊！上台之前其实有过预期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到自己上台前看到被他们2位这个残疾人炸烂的废墟，自己有重建的希望吗？50-50吧，我感觉，因为我当时已经准备好要现挂了。我今天的表演主题只有几个字：关爱残疾人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因为我感觉不挂的话，估计我就死在那儿了。哎，是什么时候想要加入这一场混战的？对，这个我也好奇。为什么想打2位残疾人？不是想打，他想打黑灯啊。他本来只想打黑灯，只想打黑灯。对，然后我就塞进去了。哦，因为你的排位比海宇要靠后，所以你先上了。对，开心吗？加入到人家这场战争，我挺忐忑的，因为登哥在上面太炸了，我在后边，我那个手全是汗。主要我现在手上都是汗，两手全出汗，一直都是汗。但上去之后，我看到观众，整个就放松下来。我甚至觉得他们3个是那一轮就是看着就环环相扣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残疾人，打残疾人的人。我看得非常的淋漓尽致，热泪盈眶，满身大汗，直接腋下打开。腋下打开是 ，OK， 就是这样。好棒。他凡凡上台的时候，其实我有看到戴维哭了。哭了，真哭了，哎呦，哎呀！你在台上演的时候，戴维满眼都是你，然后再为你捏把汗。其实戴维很内向，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暖的一个人。感谢戴维，比个心给他，谢谢，谢谢戴维，谢谢戴维。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个本场的唯一魔王挑战的人。你是第2次挑战小鹿吧？是。所以第2次挑战时候有 PTSD 吗？没有。首先第一就是打魔王的话，我就不用那一天琢磨站谁。哦。主要我在别的地方演，我很难有机会在台上就感谢小鹿老师，然后那个确实是这1年的真情实感。说明天看我怎么把你打倒。感谢你，我明天怎么把你。虽然你是在打魔王，到了晚上场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有一个魔鬼，来到了台上疯了。首先上台的是凳子。
我就觉得没对，以为是个什么特技，结果刘奎上来了。上来的时候没有那么颠的，越演越颠。是。饭撒真的太好笑了。我真的刷到观众 report 说你把汗撒到他们那儿。你们要是喜欢我，这就是我给你们全场的饭撒。我发了条小红书找是哪个人被我撒到的，然后给他们寄周边了就。哎呀，周边是凳子嘛。在台上讲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你已经不管不顾了，特别是鲁豫有约那一场，是在报仇吗？我说对不起，鲁豫有约了，完全无所谓。完全不是，鲁豫老师他很有喜剧精神，每次 cue 他的时候往他那儿看，万一他冷着脸，我可能信任感全崩。他最后站起来的时候嘛，他说幸好我做了那样的选择，不然不会有现在台上的刘奎。我的确是被他淘汰之后，才开始认真琢磨怎么写段子。喜欢我的主持风格吗？可以看着我说话吗，刘奎？行，你也拿到 offer。那我们就聊一聊大老王。恭喜大老王！恭喜大老王！恭喜大老王！恭喜王中王！其实你上来的时候我就很期待嘛。前几年其实每次上台，你说心里紧张，同时其实有点抵触，很怕讲不好，因为我又经常讲不好。就是你们说你们每篇稿子都得到了最好归宿，我有很多篇稿子完全死在那儿了，全靠短视频得到了最好的归宿。稿子就得配糟心事儿。你给我杀了，快给我杀了！哎，这篇还可以，这篇归宿还可以。我一直想说一个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感。我看杨子，我感觉他很像胡彦斌。哦，是有点像，是有一些。你要的怎么办？全怎么？你要的全我要拿走。在讲的过程当中，就听到当的一声了。我支持孙权。我们旁边2楼的已经站起来了，你自己在台上有什么感受吗？当时想着就吓我一跳的，从我上台开始，脑子里面一片空白。他自从漂亮了以后，他的表情变了。他前面是在那认真的奋斗，突然变得。在台上满脸的享受。我跟谢谢说，我这个人有点票压抑了。而且我杨仔在讲的过程当中，我听到我周围的所有演员一直发出一声感叹，一句一个梗啊，一句一个梗，打磨得很好。这个就需要提到徐指导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本来这个段子呢是有很多废话的，然后大家一起那个改段子一起创作嘛，然后徐指导也是非常出了名的会删铺垫的。我的稿子完全不敢跟徐指导改，删了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铺垫和梗全都没了，本来就没有。为什么？来，然后这个段子其实刚开始创作的时候给徐指导发过一版，他说你这个废话为什么这么多呢？徐指导那个时候还有工作呢，工作的时候拿出了4个小时的时间给我删了一上午。那会儿正时间多，这会儿哪有时间？然后就没有工作了。可见之前废话是多么的多。那嘻哈呢？什么感觉？昨天问我的时候说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我说我很想首先跟今年的老演员一起说一声，我说谢谢我们愿意一起回来。还有一个跟今年的新演员说，我说谢谢你们呈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演出。来到了谷雨181票，这一届排名突飞猛进，最后我看你们也是特别的激动，尤其是郝望周，哭了。哎，我没哭，眼含热泪。你们俩是那种嘴唇微颤。哦，好，哭了。在那装什么呢？哭了。什么感觉？当时就是漫才回来了。对，再有一段时间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干什么，然后慢慢演到不知道我们2个在干什么。但今年上去被观众接纳的那一刻，我们的感觉就是漫才回来了，也是感觉就被观众接住了。是，因为我们之前很焦虑，因为去年表现没有很好，然后我们就怕，如果今年再上来之后还是这个情况，会不会就是说可能这个我俩不太适合这个舞台？哎呦！但是今年我们一上来，我们在后场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不管，咱们就演高兴了，就不是说我们适不适合，我们去享受这个舞台，我们享受这个表演，然后我们一上场会有一个那么一个动作。那2下是对的，我感觉打开了，一下就打开了。因为节目是一个很大的舞台，你这个动作在大舞台上做才是合理的。你要是平常演小剧场，下面80个观众，你上去跳一下。别瞎说，哪有那么多观众？你们重来一条，平时15个观众在那儿，前排的观众就真能踹着人。
我那时候在想说，不管这场表现的怎么样，这是很难得的一个舞台，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做一些只有在这个舞台上能做的事。我以前也演过漫才，其实那个时候特别不想念我的漫才搭档，想念。我刚开始接触漫才的时候，在 B 站上就搜到过嘻哈老师的漫才，求求了。我也看过，其实我也看过《晴空颠簸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君君，我是嘻哈，是晴空颠簸。你们是希望这样的漫才回来吗？都看过的话，不如我们8个来演一演。就放过吧！救命！真的。但是我觉得在座各位应该对于那天的呈现，其实大家都没有遗憾的。但大家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遗珠呢？卡卡为什么会卡？这就是他的人生，所以他才叫卡卡。他要改成顺顺呢，就顺位晋级了。卡卡太好笑了，我之前跟他不是很熟。有一天卡卡看着我说：“哎，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啊，有人看了照片说光看脸的话，说我跟卡卡长得像。”太不像了呀！你嘴又不凸。当时他就觉得都是黑框眼镜什么的，于是他就在一段时间之内用我的名字演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没有人发现，我完全不认识他。卡指导，他说他叫卡指导，他说他做了一些区分，他上台会说：“大家好，我是小徐。”我当时就有点爱上他了，就这个行为太有意思了。但没关系，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讲虽然是遗珠，但也应该会有总结一下舞台经验。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能有机会再回来，好不好？希望，谢谢。爱奇艺。